果粉告诉你 iPhone 14的5个必买理由。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 iPhone 14系列现在终于发布了后，那很多人可能是在等着今年换这一次的新机。我们过去一整年也有很多关于这次 iPhone 14的爆料，那现在终于推出来了。那到底它里面有什么隐藏的亮点功能呢？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就来一并的告诉你。那如果你是想要被劝退的人呢，我们也会有另一支提到它5个不够好的地方，那你们可以再去看那一支哦。OK， 好，那第一点就是这一次全新的 A16 处理器。那这一个呢，它出乎意料的这个 A16 处理器，它使用了4奈米的制程，但是我们要先讲这个 A16 处理器是只有放在 Pro 系列的版本上面，就是你要买到14 Pro 跟14 Pro Max 才能享受到这个全新的4奈米制程 A16 处理器。那提升到这个新制程的处理器呢，它自然在热能控制上会更好。那我们现在的影片，不管在充电的教学啊，或者实测上面，我们都跟大家讲过，热能控制的越好，代表它的省效还有它的续航力都会更强。那对很多买 iPhone 的人，像我可能是常常要拍照或是录影、拍摄影集模式，那有人可能是要玩手游、玩这些高耗能的游戏的时候，它的处理器强效当然是第一点，那重点他们是放在节能还有功耗的部分，那这2点就会让这一些所有的体验上面都会更加的进步。当它发热没有像 A15 那么严重的时候，自然这个是一个循环啦，那它的续航力也会在增加，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正向的循环，它有更好的功耗，然后更好热能控制的时候，整体体验都会向上提升。那这样更是在你长时间打手游或者我拍影片的时候，会非常有感的感觉到它的进步。但就是有点可惜，这次就是你一定要买到 Pro 的版本才能享受到这个 A16 的处理器，但是毕竟还是在14系列上面有这个新的处理器，那这个已经比我们先前想象说，可能这个 A16 还是会沿用5奈米的制程来说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跟亮点了。好，那进到下一点之前，我们现在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就是犀牛盾。准备预购 iPhone 14了吗？可以先把保护壳跟保护贴都先买好。好，那今天很开心，因为犀牛盾呢终于推出了 MagSafe 兼容的全系列产品，全部均归防摔等级的 Clear 透明壳和 Mud NX 防摔边框背盖2用壳，都能选择一般或是支援 MagSafe 的版本。iPhone 14将会推出新版一体成型 Solid 数手机壳，也会有 MagSafe 版本，所以也可以搭配 MagSafe 版本的固架使用哦。这次新材质强调的重点是防滑和好拆卸，同时也维持了可拆卸的按钮和镜头框设计，可依照个人的喜好来混搭。那另外呢，像是他们独家的萤幕保护撞撞贴，也一样会支援 iPhone 14系列的所有型号哦。那这一次呢，犀牛盾的 MagSafe 保护壳，经过犀牛盾的测试呢，拥有原厂2倍以上的持吸力，这样在使用任何 MagSafe 的配件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会不小心一推到就滑下来。那另外呢，像是这一款固架 Max 一样有推出支援 MagSafe 的版本，可以轻松的拆装。那它结构本身呢，拥有独家专利，经过20万次的开合测试，耐用性和稳定度高，可以安全的支撑手机。然后你装上犀牛盾 MagSafe 兼容的保护壳，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设计来混合搭配。那在你固架拉开的时候，可以方便支撑手机。你横放在看剧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手机会倒下。平常使用时呢，背后的结构可以让手指穿过去，让你单手操作上也安心了不少。那当你今天有其他的 MagSafe 配件要使用，像是车架啊，或是充电器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滑下来，装在充电器上面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 Android 手机或者其他没有支援 MagSafe 的 iPhone 或是保护壳的话，那犀牛盾呢，他们一样有推出这种可以重复粘贴的固架 Mini 还有固架 Max， 它们背后呢有超强的粘着性，水洗后还能持续使用，然后并可以重复粘贴超过上百次。那用2个不一样的尺寸，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选择。那这一次的固架系列呢，他们85%是采用了友善环境的回收材质制造而成。那如果你喜欢的是联名系列的观众啊，不论是手机壳或是固架，都会陆续推出品牌的联名系列。那这边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联名款可以让你挑选。那我其实是从 iPhone 5的时代就开始参与了犀牛盾在美国的第一样募资产品。那现在很高兴看到这个品牌从台湾出发，不断的创新求变，带来更多不同系列的产品。那我刚刚提到的全系列的产品呢，都能直接在官网挑选。那我们这边也会提供独家的折扣码，想要购买的人就记得使用我们折扣码来得到优惠咯。OK， 好，那下一部分就是我先前非常推崇的电影级模式。那电影级模式呢，当初在 iPhone 13系列推出来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会不会是沦为像是一个噱头的功能？但是在我实际使用1年之后呢，我到今天都还是非常常用这个模式去拍影片。那我觉得这个对很多新手爸妈或者家里有毛小孩，或是基本的日常拍摄，你很喜欢用你身边使用的手机来做拍摄的人来说，这个电影级模式我非常建议你没有使用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使用它，因为它超级实用。那我们举例嘛，你在拍小孩的时候，它是常常会动来动去的，这个我也经历过。这个当你的手机没有这种功能，你就要在拍摄它的时候一直去确认对焦有没有对啊，有没有跟到它。那这个电影级模式呢，你在拍摄它的时候，你就可以锁定你的小孩。
拍。那这种时候它会自动运算去虚化掉它的背景。那有时候小孩在外面玩的时候，你也不想拍到其他人的小孩的时候，这个功能就非常实用。但小孩总是会跑来跑去嘛，那这种时候你锁定它之后，它会自动追着它跑。那如果你今天手忙脚乱，你就是想要拿起手机单手模式去拍摄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再去点对焦的时候怎么办？你也不用管它，你就先使用电影级模式来拍摄，你就很无脑的拍。那事后你不管你拍下的当时有没有对到焦，你都能回到家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里面再去更改它里面对焦的焦点。那这个是非常难以想象，你真的要实际上手体验看看。那甚至你这整支影片的过程，每一秒你都能切换它的对焦点，或是更改它的虚化的程度。那今天可能这整支影片一开始它是在一个公园旁边没有什么人，那你拍的时候你又想要看到它公园的背景，你就不用开太强的虚化。但如果小孩子有时候跑到旁边去跟其他小孩玩的时候，你不想要拍到其他陌生人小孩的脸又贴到自己的社群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段影片的过程再开启虚化，真的可以实际应用到实用上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广。那先前在 iPhone 13刚推出的时候，它就只有支援 1080p 的解析度。那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可惜，我虽然非常爱用，但还是希望有 4K。那这一次 iPhone 14全系列的电影级模式都支援 4K 30帧的拍摄，对，甚至是只有使用 A15 的 iPhone 14跟14 Plus 也都支援这个功能。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吸引蛮多人去升级这一次 iPhone 14的理由。好，那第3点也是全系列 iPhone 14上面都有，就是低轨卫星。那这个我们也传了2年啦，现在终于在iPhone 14系列上面他们正式推出。那当然要先讲说，目前这个功能第一阶段推出的时候是只有在美国跟加拿大有，但是毕竟它现在就已经先有这个硬体在里面了嘛。那这个功能是说，你在户外遇到山难或是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可能在山边，你的手机在那个地方当下是没有收讯的，就可以用去寻找卫星的方式去发出紧急的讯息或是紧急的通话。那甚至也可以利用这样的功能去开启这个寻找的功能，那你可以分享你确切的位置给你的家人。那台湾目前是还没有啦，什么时候会慢慢再推出来，这个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刚刚讲的嘛，至少它现有这个功能，而且是在全系列的 iPhone 14上面都支援这一点。那如果你很幸运，像有些观众是住在美国跟加拿大，那我现在住那边的时候，我也知道有些地方真的就是会没有收讯。那现在多了这个功能，我觉得就算你不是一个户外运动、登山什么的使用者，我觉得它还是会为你平常在外带来不少的安全感。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安全性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更新功能。好，那第4点呢，就是水显萤幕。这个水显萤幕也是比较可惜，只有放在14 Pro 跟14 Pro Max 上面后。那这个水显萤幕呢，也是我期待非常多年。那先前也是在苹果手表上面首先推出来，那我也是就一直期待，因为毕竟这个水显萤幕的功能在其他阵营已经出现非常非常久了。那 iPhone 这次首次推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 A16的节能啊，那以苹果的讲法是他们在低功耗的核心上面是敌对厂商的1/3，就只要耗1/3的功耗。这个部分呢，在使用水显萤幕的时候就会非常有它的意义存在。那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提供的水显萤幕并不是像他厂那样整个萤幕几乎关黑哦，那只有用少数的话术去显示一些资讯。那苹果是连你使用的桌布都可以保留在上面整体的调暗，我觉得这个跟 A16它的省效就会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同时间呢，它水显萤幕上面也会有小工具在上面随时显示可以更新的资讯。那这样的功能呢，就可以让你真的完全平常不用太去点开手机就能看到你所有必要的资讯。那可能在你设定这些小功能的时候，就大概先想好说，自己什么功能是你常常需要去听碰手机去看的这些资讯，你就可以把它设定在小功能上面。那再来未来会有更多的资源啦，像是你点 Uber 啊、点 Uber Eats 什么，你可能也不用再点开手机，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看到它现在外送的进度。那这一点呢，我也觉得并不是噱头，它也真的是会带来不少的方便性。所以这个水显萤幕，我觉得是第4大值得更新的功能。OK， 好，那第5个值得升级的这个理由跟功能呢，就是它这个主镜头终于换成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那这个也是只有在 Pro 系列上面。对，今年你们可以慢慢习惯，或是未来几年都会这样，他们就会把大部分的重点更新功能都只放在 Pro 系列上面。那这个万年1200万画素的主镜头的感光元件终于更新了后，可是呢，他们现在使用这个4800万画素，像其他厂商我们看到他们会用这个像素结合的方式。那所以呢，在你平常光源可能比较不好的时候，它就会用4个像素结合成1个像素。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暗部的光源可以表现得更好，所以呈现出来的照片的档案也会是1200万画素。那这样其实也是有好处，代表你的手机上面的档案空间会省下不少。那平常一般人说真的也不会用到4800万画素的这个照片档案需要去裁切什么，但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功能可以让你去使用。那这样在你拍完一张风景啊或一张照片的时候，你事后可能要去做裁切的时候，它的灵活度也会更高。那另外还有一点呢，苹果利用这个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来制造出这个虚拟双倍镜的这个变焦。那我们先说啦，这个在其他厂商其实也已经看过了。那重点就是它4800万
万画素的感光元件，在做双倍变焦的时候，中间剩下的画素还是有1200万画素。那我们这样就想回来嘛，现在的长焦镜头也还是使用1200万画素，或先前的长焦镜头我们所习惯的画素也是1200万画素，那超广角也是，所以这样你大致上整个呈现出来的照片都会是1200万画素。但就是要记住，这个是一个虚拟的变焦，那或许在光源好的时候，你用这种1200万画素的裁切，它的成像其实还是会非常好。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光源稍微不好的时候，它在主镜头可能会用4像素合一的方式去拍照。那这种时候，如果你还是用裁切的方式去拍这1200万画素，它就没有办法这样去融合的情况下，那在它的成像应该就不会这么好。那这一点就大家在使用上要先有个拿捏。好，5个讲完了，其实还有 one more thing 或是 two more thing。那这个也是全系列 iPhone 14上都有，就是前置镜头这次也整个大升级。那它升级它的感光元件，升级它的镜头，还有升级到它可以自动对焦。这个呢，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也记得，在自拍或是在 FaceTime 在视讯的时候，其实光源稍差的时候，你的脸会整个有点糊掉很多颗粒感。那这一次在这一点上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那同时它也增加了这个对焦的功能。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也要来实测。但好消息就是全系列的 iPhone 14上面都有这个新规格。再来另外一点就是车祸侦测的这个地方，那这也是全系列的 iPhone 14都有支援。这个呢，在台湾来讲，或许比较多机车主来讲，我不太确定说他们这个侦测准确度会有多少。但是以苹果他们显示出来的资料，他们可以依照你现在行进的速度来判断你是不是在行车中。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再发生一些重大的撞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判断为这个是一个车祸。所以呢，我的想法是说，这个其实对骑机车主来讲，也应该是会做到侦测的效果。好消息就是也是全系列的 iPhone 14都有支援这个新功能。OK， 好，那最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大家不想听的话，那虽然给出这些必要更新的功能，大家还是要衡量自己的经济条件啊，还有去想说到底这些东西对你的人生是不是必要的。那如果你刚好是手机坏了需要换手机的人，那刚好今年这个时间可能就很适合你。OK， 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